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这是夫妻相，这是夫妻宫，这是夫妻店，这是夫妻臀。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屁股。闰土夫妻10年，连大定都有了夫妻相。咱们穿着夫妻裤，甩着夫妻腿，跳着彼此才懂的夫妻舞，迷死了自己，也迷死了对方，以及迷死了对方眼中的自己。让人恍惚间有种做他俩卧室观战的感觉。他们似乎觉得全世界都会爱上我，但有时候吧，自信使人神志不清。好多人都嘲笑闰土爱顶胯，那是你们不懂。我报个爵士舞班，那个顶胯一直都顶不明白，才知道闰土也是有天赋的。不是所有顶胯都叫闰土。不过闰土这么沉迷顶胯，不是在顶就是在准备顶的路上，我都怕他把旁边舞伴扇感冒了。纵然有千言万语，对闰土夫妻我竟也词穷了，只好暗叹天生一对璧人， to be number one 吧。要我说都是王嘉尔害的，把一直偷摸抄自己的张杰霍霍到喇叭裤的天坑里。但张杰忽略了自己55分的正方体小胖墩身材和扁平松垮的大腚，结果夫妻俩穿成了乡村大舞台。哎，怪到这么眼熟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我小时候看中国女排对古巴，什么都没记住，就记住了古巴人的翘臀，那是真翘，搁一瓶水打一场下来都不倒。小时候审美浅薄，觉得这像怪胎，长大后才发现翘臀才是个宝，没这玩意儿穿啥裤子都白瞎，所以才有了屁垫这种东西。其他不清楚，花滑运动员肯定人臀一副，否则你真以为比赛现场做无虚席全是看抛跳和托举的？一半是来看翘臀的，一半是来看短裙的，剩下一半俩都看。但屁垫生意只在亚洲销量好，却从来打不开非洲和中南美洲市场。据说有人在非洲开了一个铁锅厂，但莫名其妙老是丢锅，中式炒锅成对儿丢。按说厂子管理严格，工人出厂区都要查包，而且锅子体积那么大也不能啊，难不成这炒锅是飞出去的？后来才知道是非洲女工们一个屁股扣一个带出厂门的。闰土梗最早来源于谢娜，因为她在节目里说过，以后谁土就叫他闰土。只有起错的名字，没有叫错的外号。见过回旋镖，没见过回旋镖打这么精准的。把闰土最终对标到她老公张杰身上的人是个天才，让闰土在他家形成闭环，肥土不留外人田。张杰的土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全方位呈现，真是老天赏土吃的。其实穷乡僻壤式的乡土很正常，有时候反而是一种风情。城乡结合部那种土中混着油的土最要命，因为它不正统，是邪修的土。张杰出生于成都新都区一个叫新繁的小镇，典型的城乡结合部。他父母开一个米线店，据说新繁当地的美食之一就是酸菜米线。可张杰似乎对自己的出身一直很回避，从不愿提起，这很张杰。包括他后来硬是去伯克利音乐学院了一趟，从此就加进了自己的教育履历。也包括他2014年花钱买了个美国全美音乐奖 AMA 的特供奖，并在中场休息加塞表演，从此就加进了自己的得奖和表演履历。更包括他对着 Michael Jackson 的照片唱自己的歌，然后把自己感动哭，从此就认定自己被 MJ 附体一样，这都很张杰。卑微的出身，乏善可陈的资历是他彻夜难眠的一块心病，所以他一直在矫枉过正，用矫枉过正来消抵自己的自卑。他无限靠拢欧美，因为我比较
对我比较那种气质啊，比较欧美。你怎么可以自己讲到心虚啊？你啊，没有，我很喜欢英文然后我很喜欢这种时尚的东西。因为在他非常浅薄的认知里，欧美就代表潮流，只要他融入这股潮流，他就不再是那个瓜田叉渣的少年。其实要我说，张杰大可不必这么自卑。城乡结合部怎么了？在城乡结合部卖米线怎么了？你要生在台湾，高低也得叫个米线小开。张杰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，爱唱歌。大学毕业参加了第1季的《我型我秀》，拿到冠军并且出道。3年后又参加了《快乐男声》，拿到第4名。同时当不掉了从《我型我秀》时期就一直陪在身边的女友段希，因为他搭上了谢娜这艘快船，从此星途一片坦荡。虽然他从不承认，并以此为耻。有一个男人用几乎完美的声音，这个真诚的情感，深深的情意，把这首歌唱给他的爱人听。这1分钟，我坐在评委席上，我在心里面非常的羡慕一个女生，我非常的羡慕我们的娜娜小姐。等一下！谢娜官方认证是1981年出生，和闰土差1岁的姐弟恋。但谢娜在1996年发行的黄鹤翔的九妹 MV 中客串过，按她81年出生算，当时她才14岁。14岁长这样，属实着急了。这份原始资料显示，她是95年专科毕业，在校3年，那就是92年入校。如果81年出生，92年才11岁，似乎更不合理。谢娜所读的学校是四川电影电视艺术进修学院，即便是中专，谢娜也要初中毕业才能上，所以按这个时间轴，77年出生，15岁入校，毕业后北漂，19岁客串了九妹 MV 和青年刘伯承，就合理多了。照这么说，他比张杰大5岁，甚至比刘烨都大1岁，怪不得当年他对刘烨的同学章子怡脱口而出：小张，这个，你叫什么？你是哪年的？谁大呀？有没有点礼貌啊？章子怡就是太老实了，没给自己年龄改小4岁。看吧，在吃青春饭的娱乐圈，自己硬生生就成了姐。此刻谢娜肯定爽翻了，内心得意洋洋。小嫩仔，老娘才是你们的大姐大，嘿嘿，年龄改得好，永远我最小。张杰出道时虽然土，但还没有把他和土真正联系起来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挺土的。千禧年后的第1个10年是世界审美的低谷，国内外都一样，明星动不动就把自己穿得像个电光炮，什么东西都敢往身上招呼。07年的中国，审美也非常一言难尽，把破洞当个性，把长风衣当炫酷，把齐刘海当邻家，把杀马特当潮流。07年的这帮快乐男生，搁现在哪个不是精神小伙？那些年的穿着打扮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所以张杰在土包子这个领域绝对不是第1把交椅。同一梯队的魏晨，厚刘海、低胸、深 V 和小链子，现在看就是村。高大的吉杰，意淫日漫里的西方贵族少爷，在土、帅和油之间反复横跳。陈楚生虽然不那么风骚，但在抢占文青赛道寸步不让，而且也是厚刘海，铁打的厚刘海，流水的五官。所以在这一群伙伴里的张杰最多是丑，但绝不土。张杰因为3年前的《我型我秀》出道，已经和上腾娱乐签了6年合约。合约规定，期间张不得和其他经纪公司签订合同或者其他形式的合作。
但是07年张杰私自参加了快乐男声，上腾曾经要求张杰退出比赛，但是张杰不但不理会，还和天域签了经纪合同。上腾起诉张杰并且胜诉，法院判张杰赔偿50万，加上违约金的125万，张杰总共要给上腾175万。这笔钱的大头最后是张杰的粉丝承担了，他们自称星星，星星集资了100万直接汇给上腾，用于支付张杰的解约。根据当时的报道，张杰从自己口袋里分2次总共掏了35万，其余的140万全部来自星星们勒紧裤腰带10块20块凑起来的筹款。何德何能够有这么一群喜欢我的人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候会超过人和物种之间的差异。不过由此也见识了星星们的巨大体量。如今这帮人都差不多40出头，正是收入和消费能力最强的年纪。当年能花20块给闰土赎身，如今就能花1张门票朝圣。吃相难看归难看，但闰土2口子的捞金本事你们就学着吧。2012年的央视网报道了这件事，当时张杰感动地承诺会在经济情况好转后还歌迷钱。但是14年后的今天，虽然闰土夫妻已经能够豪掷1.2亿买下上海豪宅，但这个承诺仍然没有兑现。成为自由身的张杰立刻在2011年和谢娜在香格里拉结婚，婚礼花费3000万。刚开始说是当地政府买单，但后来质疑声太大，就改口说买单的是当地企业，但对3000万的花费并没有否认。即便事到如此，张杰夫妇的口碑还没有塌，喜欢他们的人永远那么多，千万颗星星还是紧紧围绕在这颗土星周围，不离不弃。谢娜微博粉丝达到1亿，1后面8个0，虽然僵尸粉可能就占了2个0。真正的小拐点发生在2012年，官媒质疑张杰集资100万赎身的剩余资金不知所踪，张杰立刻委托经纪公司发声明，称解约金是歌迷自发筹集的，款项没有经过我的手，我否认贪污和私吞歌迷的筹款，并保留对造谣者追究的权利。张杰的言下之意就是，粉丝是自愿集资，和我无关，你再说我，小心我告你。这个只顾澄清和警告媒体，却对回报粉丝的事情只字不提的回应激怒了很多人。迫于压力，张杰改口，将办免费演唱会回馈歌迷。但此事闹得收不了场，张杰只好承认，当年粉丝实际捐款140万，向他们道歉。至于他承诺的免费演唱会，据说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了一场不售票的歌迷答谢会，但是全网没有任何报道。此事随后也告一段落。经此一役，张杰的口碑塌了。当一个人口碑塌了的时候，他的光环也消失了。人们忽然发现，失去了光环的张杰原来是个土锤。这是土帅，这是土美，这是土精，这是土家族的土特产土掉渣饼。有一段时间这饼挺火的，好多人都捏个正方形的纸袋子边走边吃，就和边走边看书一样。张杰的脸型宽厚，五官小而集中，很紧凑，有种紧急集合的感觉，和宋晓峰很像。但是宋晓峰比他看着舒服，因为宋晓峰从来没有硬凹自己帅，丑得很坦荡。这还是有了钱后植了发的，早期他甚至谢顶严重，简直没眼看。鼻翼宽，咬肌大，皮肤黑，集齐这3个要素，张杰是土气逼人，但侃爷不仅不土，甚至还在引领时尚。
所以土气有时候真的和外貌无关。如果做个削骨、美白加大眼，是不是立刻有种乡村苏有朋的感觉？吃饭呢，吵什么呀？当一个人仅仅只是长相土气，这属于浅表病症，整容就能救过来。但是全方位散发出一股泥土的芬芳，属于已经脱离了外貌这个浅表层级，比较深了，堵住这头那头漏土，塞住这边那边窜泥，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病入膏肓，属于扁鹊三件蔡桓公的第3次，神医都救不了。谢娜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招风耳、地包天、月亮脸，跟个天线宝宝似的。在土气方面，他们夫妻完全可以内部 PK。 张杰官方身高1.8米，这水应该和谢娜1981年出生一样大，毕竟台上他俩差不多高。谢娜穿高跟鞋没错，但你以为张杰就不穿吗？就这才勉强拉到55身。但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张杰有严重的 X 型腿，膝盖以上紧若处子，膝盖以下翻若……算了，不说了，我文化人，站那块随时都呈现尿急状。这身形做明星确实挺难为人的。男性好看的腿型不仅要长而直，还要非常轻微的带一点 O 型，因为这一点不完美会给腿一种生命力，让腿变得非常生动，就像鼻翼边的一点雀斑，眼睑下的一颗泪痣。相反的，筷子一样的2条腿反而会显得非常平庸。但最差的就是 X 型腿，那是毫无悬念的丑。除了腿，张杰还没脖子。没脖子这事儿搁谁都要命。双眼皮儿可以拉，鼻子可以垫，脸可以削，脖子短是无解的。你进整形医院给医生说，我想把脖子整长点儿。医生指定说，你神经病。但是不能因为张杰的外貌土，就忽略了他唱歌更土这件事儿。他最引以为荣的音乐，星星们最赞叹的他的干净嗓音，其实也充满了土元素，可谓土中土。他的音色尖细又软，没有力量感，却又强行浑厚，而且他酷爱飙高音。飙高音会给唱歌的人一种时髦感，没错，但为土所困的张杰，音有多高，完全取决于他弯腰角度有多大。他收紧嗓子强行往上飙的感觉，像强奸良家妇女，有种不管别人死活，老子偏要的感觉。他的嗓音也透着一种小家子气，一个男人如果嗓音里有小家子气，那基本就是土了。说起来，我和娜娜是15年前认识的，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5年后会发行逆战。除此之外，他的唱腔也是土的，过于单薄，缺乏层次，还带浓重的四川口音。其实也可以考虑唱《信天游》，搭配他的长相简直天作之合。真不是我看不起民歌，快男时期他有几次选了山歌，那味道滋儿一下就对了。他的土如果用在刀刃上，反而接上了地气，但张杰怎么肯呢？土是他究极一生想摆脱的标签，是他心上的一块疤，他可能要耗尽半生去抚慰，或许仍不够。其实张杰和龚琳娜都属于农乍天长相，像一个村出来的。
但龚琳娜业务能力极强，好日子过腻了非要玩颠的，而且自信心爆棚，从不在乎别人评说，爱谁谁，老娘就认准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强实力派。但张杰却困在了土里，用半生来证明自己没有的东西，比如帅，比如潮，比如又帅又潮。他对帅和潮的理解就是唱英文歌，但一开口就把龚琳娜好不容易拓展开的世界又变回了民族的。张杰总给我一种天资不好，所以努力追赶别人，但是每次都用力过猛，以至于自己被伤的印象。你大大方方接受自己，别人就会接受你；你小心翼翼掩饰自己，别人还是会看穿你的自卑，并且跟你一起看不起你自己。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，不是，人土了做什么都心酸。快男过去快20年了，当年因为打败他晋级3甲，被星星们一路网暴的翻不了身的苏醒，早已从杀马特变成了型男和熟男，唱了很多好歌，一路成长。陈楚生踏踏实实唱歌，虽然只是偶尔出来，但总令人惊艳。俞灏明比较惨，虽然不唱了，但一直努力在拍戏，很励志。唯有张杰，品味完全停留在新繁米线小开时期，仍然唱着充满爱、勇气、信心、努力的千禧鸡汤歌，从来没有在音乐上进步。要不我说他们夫妻是绝配。我虽然土，但我媳妇儿能出洋相，这才是平衡。这么多年，谢娜的主持和张杰的唱歌一样拉垮。谢娜永远把疯癫当有趣，把哈哈哈当幽默。当黄磊善意地提醒他，然后黄老师就说，开场白说了一个，娜娜呀，你人生浅薄。他不但不从自身找原因，反而是立刻抱怨。他们就结婚了！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是我的错吗？也是黄磊脾气好，应该一铲子毒豆角塞他嘴里。一个人的业务能力弱其实不算 low 是因为当你有了足够的资源、好的平台，这么多死忠的粉丝，但是事业不进取，品味不提高，还是没有进步或者不屑进步，这就很没劲了。然而土其实是张杰最小的问题，他浑身散发着一种见过些世面，但是受限于情商、智商和文化水平，所以无法把这种经历转化为智慧，只能让他更加自恋的气息，以至于他不仅土而不自知，甚至觉得自己帅死了，欢型死了。欢型？当年闰土夫妻是土出一个品牌的，欢型就是 fashion， 土味审美从名字开始。从不长进的夫妻俩，审美还停留在90年代的谐音梗，并为之深深着迷。谢娜的节目叫《那就这么说》，那就聊姐姐，出的书叫《那是一阵风》，那些年华，那是光照亮的地方，歌曲叫《那就是快乐》。到那样纯洁的爱恋，张杰也加入了谐音梗全家桶。好吧好吧，躲过这一劫，还有那一劫，反正哪里都逃不过一劫，我能拿你结么办？那我们就结扎吧，思密达。哎，卤蛋怎么不 Q 也出来啊？雪纺衫859，连衣裙1499，你们可真敢开价，是不是做过粉丝智商的市场调查才定价的？有一段时间，快乐家族都穿这个牌子为谢娜打广告，很难找到这么丑的衣服。哎，你说的是人丑还是衣服丑？文章上快本还主动穿了欢型的衣服，文章就是个人精，拍个戏的功夫都能傍上杰子的大腿，硬是认了爹，让杰子搞了一部大戏。但是海外版为了卖出去，只敢放杰子的头像，也挺鸡贼的。其实文章演技好，
也会来事儿，做明星简直如鱼得水，可惜了。已婚男人千万别想花花事儿，想也不要实践，实践了就要有不被捉奸的本事。出轨永远比劈腿罪孽深重，因为牵扯到了法律和道德2个层面的责任和承诺。当年闰土带着欢行上哈林的时尚节目，我愿称之为翩翩贵公子和瓜农夫妻的时尚碰撞，让观众有了一次如坐针毡的观看体验。那天闰土为了迎合节目主题，一看就是精心打扮过的，皮衣外面套了一件我妈年轻时候爱穿的开肩针织衫，大垫肩，谁穿谁雍容华贵。一条豹纹裤，我目测是莱卡面料，反正挺紧的，胯间滴滴当啷一大堆，有点像我小时候穿的健美裤。他用川味普通话介绍欢行的衣服，一度让哈林以为节目在做整蛊单元，却没想到张杰是认真的。当张杰一笑，口轮杂技揪成一堆的时候，再和对面又帅又潇洒的庾澄庆一对比，画面十分惨烈。好不容易上一次快乐大本营以外的节目，闰土不展示一下歌技是不可能的。庾澄庆还没开口，他自己就 Q 了一段。用马着烈火，尖叫尖叫杀火，所有豪言壮志，统统扔上心头。但是闰土明显认为这种土味歌曲和自己是不搭的。而且我绝对不会放专辑的，因为我觉得人家会整个我定位就模糊了。世界上最不了解自己的往往是自己。你这声线、唱腔、垫肩毛衫豹纹裤，闰土你可别说了，都哒哒哒哒哒搭成机关枪了。节目最后趁庾澄庆一不留神，他又硬 Q 了一波。唱得好不好另说，但是他对面坐的可是庾澄庆。他还趁机也秀了一把恩爱，说和谢娜会互相给对方写歌，这个也非常尴尬。毕竟庾澄庆是唱过前妻写的春泥的人，春泥的意境和质感对他是惨烈的碾压。这么个嘻嘻哈哈聊天打屁的节目，他却非常认真，小鼻子小眼大脸盘子，每个头上用品都透着草木皆兵般的如临大敌。哈林帮他打广告，他甚至一本正经的回应，到底是欢喜还是 fashion？ 其实 fashion 就等于欢喜。我认为 fashion 跟 fashion 的区别就是一个就是，其实它是2种不一样的东西。fashion 的话，它是个品牌，fashion 是一个英文单词。哇塞，干嘛搞这么清楚？挺认真的。这场访谈双方都很累，最累的是庾澄庆，因为他要不停为张杰的尴尬圆场，但是闰土反倒最后发了脾气。你看我们都无缘无故在笑，我刚刚真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。我知道他自卑，但我没想到他这么自卑。他的自尊和骄傲竟然如此脆弱，弱到经不起别人的笑，而且这笑甚至是欢乐而非嘲笑。他已经受不了了。哪怕已经成为歌星，发了专辑，还有了自己的品牌，娶了谢娜，他内心深处的自己仍是一个在瓜田插渣的自卑的闰土。不，闰土并不自卑，闰土非常享受自己作为农村少年的一切。我真不觉得鲁迅笔下的闰土很土，月光下盯着渣，淳朴自然真实，在自己的领域专注认真。认真的男人最帅，何土之有？土的是张杰，用岳云鹏的语气评价他就是他朴素个蛋。华伦天奴还请过张杰，这是有多想不开？不只是音乐，很多行业越往上走越要求审美，技术反而是很次要的东西。张杰的问题就是他根本不知道美的方向在哪里，他总是非常错位，还有一种浓烈的落后感，就是他看别人玩得好，所以也弄来玩，其实别人早就玩腻了。
没有技术，所以迷茫；因为迷茫，所以跟随；又因为盲目跟随，导致露怯，在审美上的缺陷就彻底暴露了出来。什么是土？当一个人的装扮超过其自身气质时，就会显得很土。其实意思就是，哥们儿，你玩的东西不适合你。当你见过好东西，对脏东西就会失去容忍度。当你见过 Michael Jackson， 就会对他的信徒张杰的拙劣模仿嗤之以鼻。当你见过王嘉尔，张杰的顶胯就没眼看了。就算没研究过，一般民众对时尚和审美也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，而张杰明显是低于这个基准线的，并且低而不自知，逼人看还拿这个来捞钱，自然会翻车。一个城乡结合部出来的小镇青年，一直以来始终无法和真正的自己和解，就先入为主地认定整个世界都在和他对抗，在嘲笑他，在欺负他。在哈林开玩笑地说要把口罩还给他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又是这个口罩我再送给你。唱歌的时候就把它拿下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不喜欢我说话，好了，喜欢了。别人笑他受不了，别人调侃他伤了心。做了这么多年明星，已经名利双收，甚至是幸福的，但他的内心竟然还是这么自卑。如果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公司行星文化改成土星文化，看到他和王嘉尔的丝滑转场，会大笑着说：哟，很有创意哦。在哈林节目上，别人大笑的时候，自己也能笑出来。要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才算真正和自己和解了。自嘲是化解群嘲的最好方式，可这是个很高级的道理。土掉渣的闰土夫妻，他能懂吗？下期继续聊闰土夫妻。我是小猪，谢谢观看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